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你们这个未来的正缘啊，结婚对象是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宇宙要告诉我们的呢？好，希望可以帮大家抽到不错的牌哦。好，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张牌。20号的审判，21号世界，好，正义牌，金币6，金币9，都是金币，金币7，你们有很多土的元素哦。国王牌，好，金币侍者，权杖。权杖2，圣杯10，好，金币4，哇哦，好，金币10，好，这一组你们对应到的人有蛮多土象的元素，觉得还不错，还蛮稳定的。然后在这个稳定中啊，又有一点水象跟火象，所以是稳定中，它也是有热情，还有柔情似水的这一面哦。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前面的2张牌，你们这边的部分哦。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审判牌哦。这张牌啊，我会觉得说。选到1号组牌的朋友，你们是不是现在啊正在面临某一个迷惘的阶段啊？就是你们好像想要搞清楚，说你在感情中你要的究竟是什么，然后你喜欢的是什么，你不喜欢的是什么？你们可能单身了很久，然后你身边一直都有人。对你有好感，可是你好像一直都没有遇到真正喜欢的一个人，或者是说啊，你们被困在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段恋情中，或是你被困在一个跟某个人的连结，还有对于某一个人的想念，对于某一个回忆没有办法找到出口，这样子的状态哦，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哇，这个小女孩非常的漂亮，她穿着粉红色玫瑰花苞式的这个礼服哦，那她的礼服下面呢，其实裙摆是连接着一个迷宫哦，代表说这个小女孩有一点被困住了，被她自己困住了。虽然她的眼睛啊望的是外面，她可以看得到外面的世界哦，可是她的这个脚，她的行动力好像走不出去。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她其实还没有知道他真正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走，但是其实这个迷宫啊，它是有一个出口。大家有看到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出口，有一个门，这个门上啊有一把钥匙，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好可爱的小精灵，他手上拿着一个爱心形状的钥匙，所以他其实是要来找这个女孩子的，这个小女孩的，这个小女孩也好像在等她哦，2个人是四目相交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好像就在等待一个人，等待一个真正能够懂你的人，等待一个真正你能够跟他有心灵交汇的人。然后不管你现在是单身啊，或者是处于一个暧昧，或者是说处于一个稳定恋情中，感觉上你们心里好像一直都有一个空缺吧，觉得好像需要某一个人来把它填补，把它填满。你们一直在等待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这个人他其实出现了，他拿着爱心的钥匙要来解锁，就是解这一把你们这个心里的结打开哦，他手中握有的是可以拯救这个小女孩离开迷宫的一个秘密武器哦，所以呢，我觉得也许你们就在盼望着这样子一个人出现。然后第2张牌啊是世界牌哦，第2张牌就出现世界牌，我觉得这其实是你们一直在期待的，一个很圆满、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婚姻状况。然后在这个水晶球里面呢，其实有糖果做的房屋、糖果屋，还有路灯啊，还有树啊，这个小女孩她其实在她这个具体而为的小小的世界中，她是自给自足，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的。可是她的眼睛又望向了远方，但她不知道要不要出去。也许这个就是你们现在的一个
状态吧，就是其实也许你在现在的生活中，也没有很不好，就是你在你的生活中也什么都有，你自己也可以运作的很稳定哦。然后你也不知道你是否要真的踏出去再寻找一个人，因为你也会害怕，可能会再受伤，或者是说，找不找得到这个人呢？你要打破现在的一个好像小确幸稳定的一个状况，然后再去提起这个勇气嘛，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未来会有结果呢？其实这张牌啊，有代表着说，这个小女孩，她等待的东西，她期待的东西，她期待这个幸福哦，她最终会达到一个贯彻始终的满足感，就是她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未来的结婚对象，你的正缘哦，他会让你们走出一个比较胆怯或者是比较犹疑的一个心情，然后真正去相信一个美好、一个完整可以来到你们的生活中。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人的这个背景的资讯哦。首先呢，这个人是一个蛮有正义感的人呢。我们出现了正义牌，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人啊，他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小心谨慎，然后充满理智的人哦。他会有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哦，就是他这个正义啊，并不是人云亦云的去批评和自己对立的人事物，而是他有自己思考判断的一个准则。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蒙蔽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容易屈服于恶势力的人哦。他对于不符合自己自身道德标准的事情啊，不管是威胁或是利诱他，他都不会服从，不会屈服哦。所以可以说啊，他是一个蛮正直、蛮正派的人哦。然后，这边有看到啊，这个钱币六，这个小女孩她手上握了好多的老鼠的尾巴哦。这个老鼠啊，其实代表的是资源。那这个小女孩她有猫的耳朵，还有猫的尾巴，代表说这个人呢，其实有蛮好的能力，就像猫捕抓老鼠一样的天性。这个东西是她的天赋，她本身就有能力去获得很棒的一个资源哦。然后他的这个资源呢，是可以牢牢的被握在手上的，就像这个小女孩握着老鼠尾巴一样，而且她可以将这个资源分享出去。那同时啊，我们这边呢还出现了金币十哦。那金币十这张牌啊，有代表的是一个就是继承家族的资源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啊，他本身很有能力之外，我觉得他家族应该也是不错的。可能是个富二代，或者是说啊，他家族是有一种就是传承下来的公司或者是技艺。或者是说呢，有土地、有房产可以去供他继承的。然后这张牌啊，代表说其实他的家族是有一些资产的，然后还蛮擅长做财务的规划跟财务的管理，然后感觉上家人之间呢，彼此的感情也是蛮紧密的，会有这种想要守护家人、想要守护重要的人的一个心情。那也因为他家族的这种教育跟熏陶吧，我觉得他会对他未来的另外一半啊，他会对你蛮好的。然后这张牌很可爱的是有一只小女孩，她骑着旋转木马，然后在这个旋转木马上，其实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动物啊，代表着不同的资源。但是他骑的这只什么样子的动物呢？好，耳朵很长的这个马嘛，然后它其实有稍微冲出了这个旋转木马的这个范围中，所以它里面有一种哇，我打破了陈规，打破了俗套，打破了传统的意思哦。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其实蛮有能力的，他并不只是单单的去继承而已，他能够求新求变，他能够利用他的这个天赋，他这个专业的技能，或者是说他是一个蛮富含知识的人，他会去利用他的这些知识啊，他的技能去创新，在某一个传统上，他会去追求一个新的成功，或者是一个小小的革命哦。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张牌金币九，金币九这张牌啊，哇，我觉得你们应该会蛮幸福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穿着一个好像白色礼服，然后很漂亮的这个很精致的鞋子，有点像是芭蕾舞的这个服装。这个女生呢，她抱着一只天鹅，然后她非常小心、非常温柔的在抚摸这只天鹅。从画面上看起来，大家其实可以知道，这个女生应该是蛮有一定的教养的，她非常的优雅，然后她处的这个房间啊，从背景啊，以及他坐的这个红色的椅子，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的经济能力不错，而且这个经济能力并不是这种暴发户的感觉，而是里面是有底蕴的，是有文化的，所以这个女生小心翼翼的在宠溺的这只金鹅啊，我觉得它其实天鹅啊。它其实代表说，哇，你们将来遇到的这个人哦，他对你们蛮好的，而且他是这种很愿意花时间来陪伴另外一半，陪伴他家人的人哦，从交往的时候就是陪伴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那结婚之后更是如此，因为这个人他很重视家庭关系，也非常享受家庭温暖，家对他而言啊，可以是他的一个后盾，一个休息的地方，是一个可以让他好像充饱电再出发的所在，所以他可以为了家庭成员去拼搏去努力，其实他所做的一切啊，都是希望可以给他的家庭成员带来保护，带来幸福。那他所想守护家庭的这个心啊，蛮强烈的，所以作为他的家人，我觉得会是蛮幸福的。然后这张牌也有一种，就是好像透过了伴侣而获得了某一种资源、某一种地位，有一个生活层面的提升的感觉哦。好，哇，我们下一张牌是这个金币七哦。这张牌画的是这个蜘蛛网哦，蜘蛛女她正在结网哦，它代表的是说细节哦。透过很多的细节，他都会去掌握，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蛮有规划型的人，他会先把事情规划好，再行动。然后他讲话也是，我觉得他不会随便的去下定论。同时啊，我觉得他在遇到你的时候，在和你相处的时候，他也是蛮有计划的，有点像是他会一步一步的。布局吧，然后好像结成一个网一样，像蜘蛛一样，慢慢的结网，随着时间，这个网越来越大。然后透过他的这些努力的结网啊，努力的耕耘啊，这些前期的准备啊，等着你来上钩，就是他可能把他一切都准备好，然后也铺陈了好一阵子哦。对于各种行动的细节啊，他都会有所掌握。最后啊，就等着水到渠成，你喜欢上他，或者说你们两个自然而然的发展哦。然后在这中间呢，我觉得如果有遇到什么需要去调和，或者是说两个人有一些现实上的阻碍，不管是异地啊、语言文化需要去克服的，他都是脑袋中有规划，他并不是说我就画一个大饼，就是跟你空口说白话说我们两个就怎样怎样，他是真的会去思考，然后再去行动，最后才告诉你。他不会先下了承诺，然后什么都没有行动。然后我也说过，他是一个蛮谨慎的人，所以如果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达到的事情，他就不会先去承诺你。所以也许你们刚开始相处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他好像是不是很没有一下就下定决心要跟我在一起？其实不是的，他是想要把任何事情从头到尾都规划想过一遍之后呢，他确定他都可以执行了，给了你一个很棒的未来之后，能够给你一个很棒的未来之后，他才会去展开他确可以执行的那个行动。有了计划之后，他会去行动，所以其实是一个蛮让人可以安心的人。同时啊，我觉得在你们的相处上啊，他也会留意一些小细节哦，特别是像一些在生活的叮咛上啊，一些照顾上，一些安全层面跟健康层面，他都会去
注意你，或者是说关注你哦，比如说提醒你不要太晚睡啊，要吃的比较健康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要早点回家，不要去太多很复杂有很多人出入的场所啊，他会担心你的安全等等的，他会透过这些细节的掌握吧，来表达他对你的一个重视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它国王牌，它其实蛮可爱的哦。这张牌是拿破仑的一个形象哦，然后他骑的是这个摇摇椅、摇摇的木马，很可爱。他画的一个是童趣的形象。这张牌代表说，哇，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他的内在啊，是有很好的品质，很强大的品质，是有王者风范的。可是啊，他表现出来的这个风范，并不是这一种好像是一个很侵略性的一个气场，或者是说，他会用很犀利的言辞，或者是说很威仪的一种态度来让人信服。我觉得不是，他看起来是一个蛮可爱、蛮亲和、蛮好相处的人哦。但是你实际跟他深入相处，跟他一起共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内在品质是内在的这个品质是很厚实的，是可以去信任的。那他不像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会比较虚张声势用一些比较夸张的动作，或者是比较严厉的词语，好像来彰显他的一个力量，但是他其实内在是空的。这个人不一样，我觉得他外在也许没有表现的这么张牙舞爪，可是他的内在其实是有皇帝般坚毅的一个心，是一个百折不摧的人，他是一个个性上蛮坚毅，而且是会有许多人去崇拜他、信服他，特别是在他的工作上他的工作上应该是属于做到了某一个学长或者是某一个领导者的一个地位哦，让别人会去听从他的一些教导或者是教诲，或者是说他是自己创业、自己开公司、自己当老板等等的。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了金币的侍者。金币侍者这张牌它其实有代表的是一个比较慢慢花时间发展的恋情哦。随着你们两个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以及相处的时间越来越久，其实他这个情绪是越来越深，然后越来越高涨的一个感觉哦。这张牌代表说，这个人刚刚说过，他本身就是比较小心谨慎的人。我觉得他在跟你们确认认定你们之前，他也会观察你们一阵子，然后随着慢慢的相处，然后越来越多花时间在彼此身上，他越来越认定你就是他要的人，然后他也会透过他的一切努力对你好，让你也觉得就是让你也认定他，因为这张牌有一点花时间去堆积成果、去努力的感觉哦。就像这个女生，她在练习芭蕾，她要把动作练得很优雅、很精致，她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去达到这样子一个很优美的成果，就像蝴蝶一样，这个很优雅的一个姿态哦。所以她对于感情也是哦，她是把他的家人，把他的这个感情放在他生命中优先次序比较前面的一个位置哦。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权杖二。权杖二这张牌其实有一点好像幻象一个虚像，想象理想的愿望实现跟到达的意思哦。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的其实画的是一个女生，她正在对着镜面中的一个自己哦，好像是亲吻一样，然后他们的指头是触碰在一起的。我觉得你跟她遇见的时候那一刻可能会有就是你对他是一见钟情，然后他对你也是一种一见钟情，会觉得说怎么我在心目中勾勒已久的这个形象，这个人活脱脱的就出现在我面前，这个好像美梦成真的感觉哦。然后透过你们的相处其实它有一种
一步一步又将你掌握在他的手心，他希望你再也离不开他的感觉。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这张牌有说他会认真的跟你一起描绘未来的蓝图，然后一起规划未来的生活的细节，你们的居住地，甚至是你们要生几个小孩啊，或者是说你们两个将来的金钱财政啊等等的，它其实都会让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心感哦。这暗示着说，你们两个随着时间的累积，相处啊，感情越来越加深之后，接下来就是一个收获，到达了某一个程度的目标哦。然后在这个目标上啊，你们两个都会感到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合一哦。你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都能够完成一个共识，而且这个目标只是暂时性的，你们还要往下一个更大的结合去走。接下来呢，我们出现的是圣杯十。那圣杯十其实大家知道，在传统塔罗牌里面，它讲的就是一个幸福，特别是在平稳的每一天中感到非常的幸福，是一种可以在这种每一天中啊，非常的感到跟对方心灵相通，然后感觉到一种很安稳的一种稳定的幸福感哦。在这样子的一个幸福的环境中啊，其实会自然而然的流露出对于周遭的世界的一个爱跟温柔哦，好像看世界也变得可爱了，因为你自己身处在一个很棒的环境中，你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啊，或者是说理解啊，也不再这么的纠结，或者是说之前可能会有一些负面啊，好像一切啊都被这个圣杯十所治愈了，被这个到来的人啊，以及你们两个的结合给治愈了。然后这张圣杯十啊，它画的是一个小女孩骑着小象的玩偶，然后身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积木哦，它更有代表说，当你们两个结合成一个家庭之后啊，在这样的状况中，如果你遇到了困难，你的盟友就是对方啊，或者是说对方的家人，都会一起联合来帮助你突破难关。这张牌有隐含这样子的意思在。下一张牌啊是金币四哦，金币四啊，它就代表着是一个占有欲跟安全感，特别是对于家庭的占有欲、家庭的安全感。所以第一组的你们啊，你们遇到这个人，他绝对是很顾家的哦。虽然这个顾家有的时候甚至是有点宅，就是他会还蛮黏另外一半，他很希望花很多的时间在陪伴另外一半，但是看起来这个人他要去得到这些资源，他其实工作会有一点忙碌哦，甚至有的人面临的这个对象，他可能是要常出差，就是会需要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移动。可是虽然啊，他在跟你没有处在同一个时空间的话，他也会努力的跟你保持联系哦，因为对他而言啊，家人才是他真正重要的事情。然后看起来这个人他是一个蛮细心的人，他这些节日啊，或者是说特殊的纪念日啊，他都会记得，然后用属于你们的一个方式庆祝，他会非常留心这些重要的日子。那最后一张牌刚刚有讲过嘛，金币十，这个人他的家庭是厚实的，是这种有实力的、深厚基础的，而且除了这个财务上的实力，我觉得很不错的是，这个人他的原生家庭啊，本身啊，彼此之间啊，家人是会愿意互相帮忙的。所以我觉得他所经验到的这个童年啊，没有太多负面的创伤哦，就是没有太多心理的阴影啦，没有很大的这种心理阴影面积需要去治疗哦。他的家庭啊，不论是经济状况啊，或者是社经地位，应该都还不错，基本上是不用为了钱去烦恼，而且彼此之间会有蛮深厚的一个连结哦。所以假设你跟他成为一家人，你就是这整个连结中的一份子。
那第一组的你们，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很棒，而且他的这个棒在于他其实是还蛮顾家庭的，就是这一组牌啊，特别是他是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元素，他不是一个会在外面乱来的人。而且工作也蛮认真的，他对于另外一半是蛮愿意去宠爱、去宠溺的。他在财务上还不错，可以规划跟管理得很好，所以至少跟他在一起绝对是一个稳定，甚至是以上的一个生活。那我觉得你们也会因为他获得某种程度的提升。这个提升可能是某一种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你们自己会想要去更加的增进自己，去进修等等的，在身心灵方面都会有所更新革新，或者是说变革吧，所以你们两个的这个频率能量会一起向上提升。好，那第一组的朋友刚刚说过，因为你们一开始抽到是这个迷宫，也许你们现在很多人还在为关系所困，或者是说还在寻寻觅觅当中哦。那有的人是这种两个人在一起感觉很寂寞，或者是有这种对方出轨等等的一个状况哦。假设你现在是在一段很痛苦的关系中其实你可以好好思考说你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当你明白你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其实你就可以开始努力去试着活出这样子的生活。当你可以给自己足够的爱跟能量的时候，你其实就会有这种破茧而出的一个勇气哦。面对问题的时候不要逃避，因为那只会让你自己更加的纠结混乱，甚至更加的痛苦哦。其实你去听听看你自己的心你会明白你真正想要的答案是什么哦。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是说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千万不要去做一些你不擅长又不喜欢的事情嘛。然后其实你们的存在本来就是充满着价值的，你就是值得被一个这么好的人找到，拿着钥匙来找你们哦。所以你要先看得懂你自己存在的一个意义哦。当他要通过这个重重迷宫来找你们的时候，你自己也要想办法去跨出一步。那这样子对方来找你的这条路上其实就不会这么困难哦。其实你也可以自己走到门口，把这个门打开，这样说不定你们两个的相遇会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容易哦。好，以上就是选到第一组的观众朋友咯，很棒的对象，而且是很稳定的感情咯。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观众朋友咯，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一起来抽一下第二组你们的牌哦，看一下你们未来这个正缘结婚对象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哦。好，来先呢下圣杯国王、愚人牌、金币皇后、权杖七哦、恋人牌、权杖一、高塔、宝剑侍者、宝剑国王，很多宝剑宝剑五。好，最后是圣杯九。好，首先呢，你们这一组的牌还蛮有趣的。首先先看一下你们这边的部分哦。我觉得第二组的你们其实你们应该是这种蛮
蛮有个人特色、蛮有个人魅力的人哦，而且你们这种特色跟魅力啊，来自于你个人的一个底气哦。其实你们是蛮聪明的一群人，在生活上或者是说在工作上，你们并不会轻易的去接受别人的操控和强迫，而且你们也不会很轻易的拿自己宝贵的东西，或者是拿自己的价值信仰哦，去交换别人的肯定或者是感激吧。你们是蛮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哦。这边有一张这个愚人牌哦，在这副塔罗牌里面，他的愚人呢，其实是一个很遵照自己内心意愿要什么的人，而且也很清楚自己内心真心所追求的是什么，所以并不会这么被外在动摇哦。他画的是一个鼓嘛，就是其实你们内心自己有一个节奏，有一个鼓声，你会聆听你自己的鼓声，去寻找你真正要的一个东西哦。那前面这一张牌圣杯国王，其实它指的是你们其实是知道如何运用这个局面，或者是说你们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去转换你的情绪，以及利用身边的资源跟关系来去完成你应该完成的事情，或者是说工作。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的你们本身是蛮聪明的一群人哦，你们知道如何利用资源或是利用关系去达到你们所想要的。而且如果你们面对像是这种进攻你们也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击退敌人哦。表面上可能是不动声色，可是你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想办法去反击吧。假设对方今天是形势比你强，或是权势比你强，你可能会暗中收集有关于这个人他是否有做出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哦，或者是说你们会再去看他之前的言行说过的话，或者是说他的这些计划，他的工作项目上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不是这么确实的，你们会找出一些实际的证据去反击等等。反正这一组你们还蛮聪明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钱币皇后这一张牌，好，我觉得你们本身真的是蛮有魅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卷卷粉红色头发的女孩子，她在吃着一个冰淇淋。这个冰淇淋看起来非常的垂涎欲滴，非常的诱人哦。所以说，其实你们这个结婚对象未来的正缘看到你们的时候，其实他会觉得，你们是好特别的一群人。刚刚说过，你们的特别在于你们的思想，你们的外表是好看的，这个好看可能并不一定是所谓符合世俗的某一种价值观的标准哦。就那你们的这种美其实是一种超越时空，有点像是横越古今的美，因为不同的年代，或者说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人种，是有不同的审美观。可是对于你们而言你们身上这种独特的气质哦，其实不管对方今天是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或者是哪一个年龄层，都会深深的被你吸引，有一种时空跨越古今，一种很隽永的一种特殊的气质在你们身上哦，就是这种经典的感觉。好，然后对方看到你的时候，其实他非常的受到你的吸引，他对你会蛮慷慨，然后会蛮愿意付出的。这个付出除了在这个财务上，或者是说在生活上，我觉得很多的付出更多的是在这个甜蜜，就像这个冰淇淋一样，他会跟你让你的生活带来很多很甜蜜的东西，他也希望你的生活可以充满很多甜蜜跟美好，他也愿意为了你的快乐去做一些努力跟牺牲。然后下一张牌我们出现的是宝剑七哦。其实这一组的你们有蛮多这个宝剑的元素，有蛮多风的元素在里面哦。然后这副牌的宝剑七它其实
大家可以看到画的是一个小男孩，他好像正在偷看的这个小女生哦。小女生正在走她自己的路，然后还有一个拿着她的金鱼气球，她很专心的在走她自己的路。然后她的后面啊，小男生躲在墙角看她。其实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啊，你们可能曾经有跟他相遇过，只是你不知道。这个相遇可能是说你们可能是在同一个时空中，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可能你们是有在路上擦肩而过，或者是你们可能是同一个事业体系，但是这个事业体系中很多人，你跟他并不认识，或者是说你们可能读同一个学校，只是因为你们的年纪不同，你们曾经有在路上看过彼此，但是你们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你们两个的连结其实蛮深的你们可能曾经在同一个能量场中交换过讯息，比如说你们可能是都同样的迷哪一个歌手，然后有在某一个讨论区发言过，或是你们对某一项知识体系是很有兴趣的，然后你们曾经有看过相同的一个讨论区网站等等的，然后你有看过他的留言，或者是他有看过你的一些发言，或者是你们有玩同样的游戏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可能曾经是同乡，或者是在同一个企业的体系下工作，只是这个企业体系或者是说学校可能很多人，然后你们擦肩而过，但是你们彼此不认识。或者是说这个人其实以前就知道你，但是没有跟你讲过话等等的。我觉得你跟他必然是有某种程度的连接跟缘分也有可能其实你跟他中间有共同的朋友或是共同的同事，就是有什么样子的线在牵引着你们，其实你们的缘分从很早之前就展开了，就开始了。然后接下来的两张牌，一张是恋人牌，一张是恶魔牌其实这两张牌有透露出一个讯息，就是其实这个人对你是一个蛮有欲望的人。刚刚说到其实你们还蛮吸引他的，就是这一组的牌一开起来就是你对他有，你对他而言是有非常大的外表上的一个吸引力，以及性上面的一个吸引力应该说一看到你他就会无法自拔的感觉，无法自拔，小鹿乱撞等等的。好，这一张牌这个女生她的身体是一个树嘛，然后被这个蛇深深的缠绕。然后下一张牌好像这个有点像是恶魔还是什么嘛，就是对这个女孩子垂涎欲滴的感觉其实对方看到你，他身体是很自然而然的会有反应的，会有欲望的。然后也因为从这个欲望开始，他其实会更深入的想要认识你，然后他也想要认识你的思想跟你的灵魂。我觉得你跟对方其实是有点像是强跟强的能量结合，你们都是一种很稳定很成熟的能量，你们在自己各自的学业或者是说事业领域中可能都发展的不错，你们会自己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蓝图包含你的事业、你的家园、你的居住地等等，其实你们是一个对人生有想法有规划的人。然后你们可能过去一直在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你会在这个好像茫茫的人海中在这个漂泊的人生旅途中，你会找到一个安定的力量就像是一个家，一个避风港一样。所以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你在感情中一直所希望的期盼的那个平衡那个和谐终将可以达到一个圆满的完成因为这个人他其实是一对人事物很多东西或者是对一些事件的见解他会跟你有相同的感知，也就是说你们有相似的三观。
是一个在心灵上很容易跟你有所共鸣的人哦。你跟他之前呢，可能在感情中哦，都有一些挫折，有一些漂泊，有一些磨难哦。那可能一直都觉得在过去的人生中啊，有一种起起伏伏、很波折的感觉哦，似乎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中缺少了某一项。很顺畅的助力吧，以至于一直都没有遇到很喜欢跟很合适的人。这个人他其实内心中也是这样，他的能力不错，而且他的异性缘很不错，可是他一直以来也谈了一些恋情哦，或是说他单身了一段时间哦，谈了几段没有结果的感情，然后好像在人生中，寻寻觅觅之后啊，他终于遇到你，而且这个遇到啊是，一遇到就非常的有吸引力，好像天雷勾动地火的感觉哦，两个人都有这种。好像想要突破一切，很快速的在一起哦，因为你们两个人能量都很强，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频率其实是非常相符、非常相等的。你们两个都是有上进心的人，而且能够互相的资源，互相的成为彼此的后盾跟支柱。而且你们有权杖一，你们是那种可以主动去开拓人生，带来这种富足财富的人。你们两个的结合啊，其实就创造了一个新的潜力、新的激情，有非常多炙热的能量在这一段关系中会迸发出来。然后两个人呢，可以一起去开拓，一起去开展，一起去建立一种新的事业体系，或者是说，人生格局的人生视野的更大的展开。然后我们这边有出现塔哦，塔在这副塔罗牌里面的意义啊，它比较包含的是累积哦，累积到达了某一个高度哦，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积木，而这个公主啊，她其实站在最上方，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今天遇到这个人，他其实在这个社会地位上，或者是说他的财富上、他的知识上哦，是有一定程度的累积。这个累积是凭着他的实力所去达成的，而且这个人他是一个蛮灵活的人。这个灵活呢，包含他其实是蛮会运用他出色的头脑去进行一些谋略，去制定策略哦。他知道如何提供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来帮助他身边的人哦，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于不同人的问题跟需要，他都会知道该怎么提供适切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他同时啊，也是一个蛮懂得控制情绪的人，他知道如何将他的情绪波动降低到最小，不去影响到他应该进行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在低潮的时候，他会设法去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他的工作是需要保持高度的头脑的专注性，所以这个人的专注力其实蛮强的。然后看起来啊，他是一个蛮有情有义，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人哦。虽然他在工作上啊是保持着比较冷静跟专业的一面，可是我觉得他内心啊，在他私人生活跟感情生活上，他是非常有情有义，而且是这种热情澎湃。他对于他的生活啊，其实有蛮多的热情在，这个人有蛮多的兴趣，而且他会用他这些兴趣啊来转移掉他的可能工作上，或者是说人生中一些比较低潮，或者是说困境的时候吧，这个人是很愿意带给他身边的家人啊，尤其是他最重要的这个爱人，他的另外一半，很多甜蜜的一个人哦，就是他会张开他的羽翼来保护他的爱人跟保护他的一个家人哦。然后他是一个蛮喜欢学习的人，我觉得你们可以一起好像探索这个世界吧，你们可以一起努力啊，然后一起玩耍，一起去经验体验非常多的事物哦，你们可以一起动一起静。然后他
好像对于这种知识的钻研，或者是说学习新的东西呀，或者说对这个世界啊，总是保持着一种好奇心哦。他会想要再去探索的更多，知道的更多。然后这个人的工作啊，我这边看到宝剑的国王。好，我觉得这个人工作刚刚说过，他是需要蛮多专注力的。他的工作可能是跟这种司法或者是律法相关的，也可能是这种教导或者是说创作的，他需要去拟定某一些策略，或者是去教导别人，也有可能他是像是工程啊、建筑啊，或者是说语言相关的吧，就是他会需要透过他的知识，他的脑袋，然后去把它实现出来。有可能是像老师啊，或者是领导者这样子的角色。然后你遇到他的时候啊，我觉得你的人生的优先顺序啊，会有一些改变。这个改变是你自愿改变的，好像他的出现对你而言啊，让你看到了一个新的视野跟新的未来，因此啊，你愿意在你人生原本的道路上重新进行设计跟规划，对于人生的优先顺位啊，其实你会把对方放到比较前面的位置，然后你们的连结啊当中有非常多积极的元素吧。对方是一个蛮独立而且蛮早熟的人，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这种白手起家啊，可能小的时候有吃过一些苦哦，然后很多时候都必须要靠自己。他可能是属于这种单亲家庭，或者是说父亲母亲有一方是长期缺席不在的等等的，所以这个人啊，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有在思索自己的未来，并且他的内心啊，对于成功是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渴望。他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会带着你一起往前的人，因为你们也很喜欢这种好像开拓啊、往前走啊，以及不断的突破自我的感觉。然后我们这边有看到一张很有趣的牌，它是宝剑五。宝剑五它画的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她坐在一个比她身体还要大的胡萝卜上哦。然后这个胡萝卜好像就是在跟她投降的感觉，说啊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这张牌画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张牌啊画的是你们的相处，你们的相处其实很可爱哦。这个人啊，刚刚说过他在感情生活中其实是这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他其实在外面呢，虽然是一个很拼搏的形象，但他在感情里并不是这么的强硬的。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在感情中，你可能会比对方还要凶，或者是说你有的时候会比较强势哦，然后对方有一点就是为了不要让你生气吧，然后他就会说啊，好啦好啦，可能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但他这个并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一种，我觉得这个退让里面包含着一种就是可爱的感觉哦，就是觉得你们很可爱，然后对你们有一点又爱又怕的感觉。然后他自愿让渡了他的这些权利吧，或者是说让渡了他的一些脾气，放弃了他的一些坚持，所以他在小事情上、生活细节上都还会蛮让你们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会掌握你们大方向的人哦，就是对于大方向这些骨架、这些框架，如果没有去跟他的价值观有所抵触的话呢，他基本上都不会跟你们有太多的争执。这个人他有他自己坚持的一个原则啊，但是在其他生活小事方面呢，基本上他是蛮让你们的人，只要在大方向上是听他的，跟符合他的规划的。好，最后一张牌啊是圣杯九。圣杯九这张牌，哇，他画的是一个姜饼人哦，还有蛋糕，还有这个女生很可爱的在泡澡哦，上面还有好像是很多蜂蜜，就是从她的
这个水杯中流下来哦，到他的澡盆中，感觉上非常的舒服哦。这张牌是一张传统的许愿牌，我觉得这个人啊，他是一个非常的条件应该蛮优秀的人，而且这种好啊，我觉得好像是你之前没有想过的这样子的一个。没有想过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哦，不管是在各方面哦，他是你好像所能够遇见的人中，跟你觉得最适合以及三观最相同的人，不管是个性啊、人生观或者是处事态度，真的都很像，而且很匹配。这个人在他的专业领域中有非常高的一个地位哦，可能是受人尊敬的那种地位，而且他是花了很多时间才达到的那一个高度，也有可能是他认识你之后，他在继续的往上爬而达到了某一个高度。也就是说，我觉得他是你遇见的人之中条件最棒，而且跟你身心里最匹配的人。我觉得有点像是很梦幻，然后你我没有想过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哦。可是圣杯九这张牌啊，其实有告诉你说，如果你相信，其实你任何想象的一些快乐，它都可以达成，愿望都会圆满哦。而且啊，这个人的出现啊，会让你感谢你过去的经历，因为你过去的经历造就现在这个成熟的你。你们的遇见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恰好呢，是在最好的时机去遇见他哦。这个缘分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你们有些人啊，可能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哦，就是谈过了一些分分合合的感情啊，有的人可能甚至是这个进入了婚姻关系啊，然后又结束了，有一种好像好事多磨的感觉。然后这个人的出现啊，其实会有一种让你看见在这个感情的蓝图，或者是说感情的想象中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这张牌这副牌啦，你们抽的这副牌很积极，而且很开拓的一个能量哦。不管是在这个金钱啊，或者是感情的流动上，都是有一种非常革新的力量。感觉上对方是属于这种会赚也会花的人，他蛮懂得享受啊生活品质的人，然后对生活上也会希望可以过得很舒适。那这个舒适的前提是他非常的认真去累积一些东西，所以他其实认真刻苦的同时啊，对自己好，对家人也蛮好的。重点是他跟你们啊，其实在这个身体方面蛮合的，好像对方之前的经历啊，他可能都在工作上都在冲刺，然后一直养精蓄锐，等待你们的到来。好，他其实是他的工作啦，非常的需要专注力，需要不断的学习跟充实跟精进哦。他对于他自我要求也蛮高的，所以我觉得你们遇到他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忙碌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他内心啊，虽然对你们有非常多的火花，非常多的冲动，也许可能碍于现实的一些阻碍啊，距离的一些阻碍，年龄的一些阻碍啊，可能感情一开始这个发展啊，会是就是两个人的心意跑得比较快，可是实际上进展的比较慢哦。不过不用担心啊，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感情是这种慢慢耕耘、慢慢布局的，然后啊。他其实也很希望，就是在他的这个给你的这种甜蜜中，可以让你越陷越深，好像是爱情的毒药一样，让你离不开他哦。因为你就是他的真爱，他遇见你就是不用说，就是自然而然的身体上就是有感觉、有情绪，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压抑的。然后他也蛮希望你对他有一样的感觉哦。如果你给他热烈的这种很诚挚的回应的话，对方其实是会蛮开心，而且是蛮兴奋的。好，
我觉得这一组的你们啊，真的是一个蛮积极、蛮好的能量哦。两个人的遇见啊，就好像是久旱逢甘霖哦，它可以打开彼此封闭已久的内心，然后有非常多的快乐、甜蜜以及这种性吸引的元素在里面，不断的波动、不断的交织、不断的运转哦。那从长远来看啊，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其实这个道路啊，都会一步一步引领你哦，去更了解你的内在。我觉得你更追随你内在的这个鼓声的节奏前进的时候啊，你自然而然和你的这个正缘啊，你命中注定的这个人的频率就会越来越相符，也就会更加推进你们两个相遇的一个速度了。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非常棒的一组牌哦，恭喜第二组的朋友。那希望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可以早点遇见你们心中的那个他哦。那祝福你们，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抽一下你们的牌哦。你们的正缘，你们的结婚对象，宇宙要给你们什么样子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牌哦。今天是一个很甜的题目诶，很期待哦。好，第一张牌是女祭司，好，剑六。死神牌，好，金币一，宝剑皇后，权杖国王，权杖骑士，权杖八，金币五，金币二，战车，太阳。这组牌有非常多的火象的元素诶。好，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前面几张牌是关于你们的一个部分。好，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现在在感情中哦，好像不是就是不是很有活力嘛，就是有一点佛系随缘的感觉嘛，就是甚至有的人有点被动哦。那感觉上啊，现在啊，就是要走入你内心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你们有点像是。好吧，很像是这种有一点高冷，有一点冰山，有一点仙女王子之类的感觉哦，就是有一点好像把自己的内心稍稍的封闭起来，让别人难以接近哦。另外一方面，你好像也感受不到别人对你的爱跟好感哦。你目前在择偶上感觉是有一些标准，然后蛮高的。你的要求蛮高的，而且你们一直好像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和你灵魂契合的人来到你生命中。那对你们来说啊，这个人很重要。如果人一旦对了，尽管中间呢有再多的阻碍，你其实都会很愿意去为了这个人去跨越哦。所以你们在等待这样子的一个人。那如果人不对的话，就算是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你可能也不会想要去接受。对，感觉像你们过去啊，这个宝剑六是一段疗伤之旅。我觉得你们过去啊，可能是因为就是你们会有现在这样子的状态，是因为你们曾经被某一个对象。特别是用言语所伤害哦，这个伤害是有点好像伤到剑骨、伤及自尊的这一种哦。可能你们两个在吵架的时候，或是说在分手的时候，对方说了一些一针见血的话，而且这个一针见血
刚好啊，就是你最在意的那个点哦。假设你是对外表没有自信，他可能就攻击你的外表；假设你是对你的原生家庭啊有一些不愿提起的历史，他可能就专门去攻击这一块哦。或者是说你曾经告诉过对方一些你自己的一些秘密哦，或者是你的一些过往的经历，一些心底话，你告诉他，可是好像这个人后来很没有品，就是他用这个来攻击你，在你们吵架或者是分开的时候，你因此啊，深深的为这件事，或者说为这个人受伤，你也好像将你的心房紧闭了好一阵子哦。有一点很害怕再谈感情的感觉哦，有一点好像防备心很重，自己筑成了一道墙，然后不再信任任何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好，但是其实啊，我想说的是，第三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是蛮善良的一群人哦，你们今天会变得比较防备心，其实并不是你们的本性。我觉得你们的本性是蛮善良的，也因为你们这个善良啊，其实你们最后得到的姻缘是很好的，因为你们过去啊在应对进退，在待人处事上，其实你们没有做过一些太多伤天害理，甚至是害人的事情啊，感觉上你们都蛮守分、不争不抢的。因此啊，你们是有一定的福报在这个姻缘中。其实，你可能这边出现这个死神牌，我觉得你们过去可能有一阵子为了感情的事蛮沮丧的，但是想要跟你们说的是，宇宙其实很珍惜你，而且一路以来都有在护持着你哦。就是说啊，其实你曾经经历过好像低潮、难过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出现这个摆渡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呢？不管它是以怎么样子的形式出现，其实这只兔子啊，它也在哭，它为这个为这个女生呢，她要将她渡到另外一个彼岸。其实，在你们的生命中也是有出现这个摆渡人的角色，不管它是以各种形式出现，也可能是宇宙一路以来都用他的这个爱来护持你哦，所以你们才可以在一个一个的人生暗夜或者是低谷中一路以来走到现在。也许你觉得走得非常跌跌撞撞，可是你们还是走过来了。然后你们接下来啊出现的这个人哦，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好像它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个崭新的改变跟蜕变。然后我先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蛮有美感的人哦。这个美感可能是表现在他的穿着，或者是说服饰打扮上，或者是说他对于音乐艺术啊、歌唱创作的这种美感，这种美术的这个细胞嘛。那有人这个美感啊是体现在他的身材上，他可能是一个蛮健康的人，有肌肉线条的人等等的。好，那我觉得这个人的出现啊，其实给你的生活带来了改变，开启了一个新的循环，就很像是自死地于后生，你们有一种重新蜕变、重新破茧而出的感觉。而且这个破茧而出啊，就像金币一样，你好像出现了，这个人的出现啊，会让你觉得很特别，因为他为你带来了以前你只能在好像想象中去想象得到的事物哦。我觉得他的出现其实显化了非常多你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哦，或者是说只敢在这个愿望清单上写，可是从来没有想到它是有机会实现的。那这个金币一啊，这边有一个人的小女生的图案，然后她的裙子是很大的一个好像金色的蛋哦，这个蛋中破茧而出非常多的鸟哦，这其实是非常多的机会，非常多的礼物，这个都是
你跟他关系开展之后会带来的。然后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个性上有点急躁，然后蛮直肠子，有话直说，藏不住的人，而且他对你是充满蛮多的激情的。他是一个，他也是一个在感情中受过伤的人哦。我觉得他过去啊，可能曾经哦，这边有金币五，他过去可能曾经有过一段就是长跑。感情长跑，最后却无疾而终，或者是说他曾经被劈腿、被骗过，或者是说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哦。那我觉得他过去这个对象条件还不错，外表还不错，各方面可能都很优秀，但是他们两个之间感觉上常常会有争执哦，就是相处并不是很顺利，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啊。所以在经历过这段感情之后，他其实学会了好像用一个新的择偶方式，新的看事情的角度哦，他会调整看人的眼光，从这些比较外在的条件啊，转而注重到这个人的品质、个性，还有三观合不合。那我觉得因此啊，透过这样子的调整，他其实非常的欣赏你的单纯哦，而且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其实会先观察你一阵子，然后他才认定你。他认定你之后啊，他下定决心之后，这个人的行动就会非常非常的快速哦。他希望可以快点，就是快很准的下手这样子。那你跟他相遇的时候啊，你们可能是处在一个人生比较低潮的时候，但是这个低潮啊，是已经慢慢的要从这个谷底中走出来，再迎向阳光了，要有一个新生跟蜕变。然后啊，你们两个之间呢是有一些差距的，我觉得这个差距可能是像是异国恋，或者是说年龄上的差距，还有一个就是身份上的差距。这个人可能已经是一个蛮有成就，或者是说蛮有地位的人。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的年纪可能是比你小的，然后他正在要努力往上爬的一个阶段。那这个人他看起来是一个狠角色，我们这边有出现了宝剑皇后哦，我觉得他其实头脑很好啊，反应也很快哦，其实他蛮会用，就是他蛮会用一个很开玩笑的方式来鼓励你，就是如果你遇到人生低潮的时候，他可能会用一个比较开玩笑的方式告诉你说，人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他一路以来也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挫折哦，可是啊，他就是一路以来，就是冒险犯难走到现在，他还是活得好好的啊。反正过去那些挫折并没有杀死他，反而使他更加的强大，越挫越勇。那我觉得他的这些经历啊，无形之中也鼓励了你，鼓舞了你。然后刚刚说过嘛，他其实在某一方面而言也是一个狠角色。这个狠角色当然不是对你们，我觉得比较是，对于用在事业上的一些竞争啊，或者是一些他需要去表现他威严的一个地方哦。他其实会有一种好像杀人于无形的这种狠角色，他不用亲自出手，只要在幕后进行操控，其实是一个很安静的力量，然后就可以哇，好像把敌人像捏蚂蚁一样捏碎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蛋糕，它其实在哭然后这个女生很安静的在吃着蛋糕，她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啊，但是其实就把这个蛋糕一口一口的吃下去了。所以这个人也是一样，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内心啊，或者说暗地里啊，已经开始他的这个计划了。然后啊，这个人呢，我们有出现权杖国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领导力的人，而且他可以用他的这个领导力去控制别人，可以去控制情势哦。同时啊，他在进行
领导，或者说在进行这个事业决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属于这种非常冷静、面无表情，让对方猜不透，他心中在想什么，他可以控制。自己的内心，不管是愤怒啊，或者是冲动等等，他可以将它压抑下来，以进行更好的统御，让他的下属啊，或者是说他的对手啊，他的竞争者猜不透他现在正在想什么。然后呢，这个人在生活上啊，我们这边有很可爱的小飞猪，这个人在生活上是充满傻劲的，很可爱哦。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幽默的人哦，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应该会蛮逗笑你的。然后我觉得一开始啊，你遇到他的时候，他也是想了一阵子才向你表白哦。而且你会发现他并不像外在这么霸气哦，反而是他还觉得你怎么有一点冷冷的、高冷的，好像并不是这么容易敞开心房啊。因此啊，他有一点需要小心翼翼的接近你哦，因为他还蛮在意这段关系的哦。然后最后啊，你们其实会被他这一股好像傻劲感动，让你重新活了过来，重新相信爱情。而且我觉得他这种喜欢自由啊，认真工作，享受生活啊，也很爱玩的这种生活态度，很热爱生活的态度，其实会感染你们，让你们生活中有更多的欢笑跟乐趣哦。也许第三组的你们，我觉得你们好像压抑了一些情绪比较久，有些人可能有一些稍微忧郁的感觉哦。但是这个人会让你们的生活中好像焕然一新吧。因为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而且他内在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孩，我觉得你跟他相处在一起会蛮开心、蛮快乐的。然后这个人啊，他的人缘还不错，蛮多人想要亲近他的。这边有好多的这个萤火虫哦，要亲近这个女生哦。然后他是一个属于蛮独立的人哦，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将自己啊打理得很好，过得很不错。所以爱情对他来说啊，是不是说必要的？但是有爱情的话，当然也很加分，但是他并不强求。所以这个人他其实一直以来异性缘都不错，但是他并没有轻易的去接受一段感情哦。因为他其实也跟你们一样，他在等待一个人。然后啊，他遇到那个他真正喜欢的人的时候啊，他其实就会转换了一个模式哦，就是从这个自由自在啊，好像一个人也没差的感觉，转换成一个比较传统的模式。他会去努力的制造机会跟他喜欢的人在一起哦，跟你们在一起，然后他会走这个传统的结婚啊、生子啊、步入礼堂、共组家庭的这个模式。如果他遇到了你们，遇到了他这个真正很喜欢的人，然后我觉得他特别喜欢你，是因为他蛮看重你的一个优点的。你们的优点就是比较纯真善良吧。充满你们心中其实有很多充满光明的东西，他有看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呢？然后他觉得你们跟他相处的时候，他可以很放松、很轻松、很自在。你看他那些有很多人是因为利益啊，或者是因为财力啊，因为地位而接近他。可是你和这些人不一样。然后他其实也是一个蛮心思缜密的人，所以他会仔细去观察他身边的人。那一旦决定了之后，他就会快很准的想要把你们好像拉入到他的未来的蓝图、未来的规划中，然后要一步一步的牵着你度过了之前。我觉得这个人他内心也是有所转换啦，因为遇到你好像充满了光明哦，有非常多的萤火虫在闪烁，然后度过了他之前这个感情上比较破碎跟匮乏的一个状况哦。接下来啊，就进入到这个金币二。金币二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比较
很多任务、很多事情要完成，也就是说，你们两个的关系要开始很繁荣的运转起来了。因为对方啊本身啊，感觉上他的工作是需要接触到蛮多人的，所以我觉得他工作可能也蛮就是有非常多的事物需要去运转，他是有方方面面要去顾啦，就是感情啊、家庭啊，以及他的工作。然后光是工作这一块，又可以切成好多的小细节、小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然后啊，因为他的口才不错，又很聪明，所以我觉得他也有好像需要管理很多人，或者是很多组织，或者是很多分队的感觉嘛。对，他有一个很特别的风范，就是好像他一开口啊，身边的人就会蛮去信任他，或者说信服他的。那也因此他会变成有一种好像能者多劳的状况，他是身兼多职的，可是看起来他是都可以应付的很好，很灵活的。而且啊，我觉得他其实在你的生命中出现啊，刚刚有说过，他会为你的生命中带来一个蜕变，这个蜕变并不单单只是爱情的，我觉得他在你的生活层面上，他是一个喜欢去帮助人、喜欢去教导人的人，有点像是老师或是导师吧。他也会成为你的贵人，给你的生活中带来很多光明的东西，而且可以去有点像是帮助你改善现有的人生现况，可以去拉你一把。那如果你们本身啊，目前的水平啊，各方面条件也都还不错的话，他则会在人生的其他方方面面去帮助你、协助你、提升你。有点像是，如果你的梦想是创业的话，他可能会出人力，或者是说出头脑，帮你规划说，你应该要在什么点啊，或者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子的营运。然后你要怎么样子的进货，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店面要怎么样子的规划等等的，他其实是即使他不懂，我觉得他也会去利用他的人脉，或者是去收集相关的资料来帮助你哦。或者是说啊，你们有想要去考证照啊，或者是学习某一个语言，我觉得对方就是会协助你在生活某一个层面去提升，或者是去实现你们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哦。那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有点像是伯乐，他能够发现你身上的亮点，而且加以优化，就是有点像是本来你们身上有一个星星，然后他帮你们找到这个星星，并且将它擦得更亮哦。他会帮助你去实现你的梦想。让你在这段关系中可以好好的展现自我，心灵啊各方面都有所提升，而且他会带着你们一起飞翔哦。这边有看到这个战车牌哦，我觉得这个人很特别的是，他绝对是一个你跟他在一起会往前走，然后一起向上提升的一个感觉哦，而且。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他会在一段关系中让你做自己，让你发现你自己的价值哦。很多人呢，可能进入到一段关系中，会希望对方变成是他所想要的那个模样，可能是好先生、好太太，或是好媳妇好女婿嘛之类的。他会希望他去扮演某一个角色，可是对对方而言呢，我觉得他今天他给的爱啊，是给你充分的自由，而且去协助你实现你自身的一个价值哦。他能够看见你的优点在哪里，而且帮助你去将这个优点发挥到最大化。他本身呢是一个喜欢怎么说呢？他是一个喜欢冒险、喜欢刺激，也喜欢享乐的人，所以他除了在你们的这个生命中
这个关系中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这些开心的元素之外啊，幽默的元素之外啊，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让你能够真正的看见你自己。之前也许你没有看见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可是他看见了。我觉得这组牌的这个人真的蛮不一样的。他除了有些人是这样子，他会睁开他的双臂，或者是说他会撑起他的肩膀来保护他的家人，或者是说他会张开他的这个翅膀啊，羽翼来守护他这个家，守护他这个窝。可是今天这个人，他知道你们是有力量的，是有能力的，他会带着你们一起往前走，一起飞翔。他知道你们是有属于你们的天空的，所以他不要你去折翼，好像自己暗淡了自己的光。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在家里啊，或者是说就去扮演说这个世俗要你去扮演的既定的角色，他其实不希望这样，他觉得他今天能给你的爱就是给你自由，发现你自己，去实现你自我的一个价值，所以真的是蛮特别的，很棒的一个人，因为我比较少抽到这样子的牌。接下来最后一张牌大家看到的是太阳牌。这张牌啊，它画的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蜜蜂哦，中间这个女生呢应该是女王蜂，然后它下面是一个蜂巢的这个模样，所以有许多的蜜蜂都围绕在她的身边。太阳牌的出现呢，其实也代表着一种前进的力量哦，一种温暖的力量哦。这个人会带着你的带着你一起前进，而且所有的好事啊，都将慢慢的降临，随着他有点像是牵着你的手往前奔跑，或者是说他张开他的翅膀，然后拉着你，带着你一起在天空中飞翔。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啊，进入到美好的蓝图，美好的伊甸园中。在这个美好中，其实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元素在里面哦，它里面有感情的甜蜜的幸福，还有这种家庭的一个喜悦哦，以及工作上的一个至高的成就，还有里面有财富的累积以及健康的一个维持哦。那这中间呢，其实就像蜜蜂一样啊，是透过了非常多辛勤的努力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哦。那你其实可以睁开双臂，就像这个女生这个女王蜂一样，睁开双臂去迎接这些光明的讯息，以及去迎接这样子的幸福来到哦。那我觉得刚刚说过这个人啊，他口才蛮好的，而且有这种领导人教导人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以职业来看的话，他蛮可能是老师教授，或者是说比较需要面对很多人交际的这种房地产啊，或者是说金融业务啊，或者是说他是建筑工程类的，是需要一些这种不动声色运筹帷幄规划的一个角色，也有可能是医疗，就是两者都有，需要接触人，然后也需要经过非常多的缜密的推理跟思考再下诊断的。好，那第三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啊，刚刚说过他其实是会蛮坚定的往前走，朝向你，他有一股傻劲会感动你，可是你们也要稍稍的好像打开你们的心扉吧，因为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过去啊，可能有一些人因为感情的受伤吧，有些人比较封闭自己，然后也有点忧郁的一个可能有一些小忧郁的一个状况哦。那也许你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你不相信这是你人生中很好的一个礼物，一个机会，你可能又会有一种好像与世隔绝，用悲伤啊，用孤独把自己包围起来。其实你们要稍稍的开路嘛，就像这边好像是一座山一样，然后有这个小小的通道啊，让人可以上去哦，一直到这个
仙女的这个心脏的部位哦，你们自己啊也要稍微开路，让对方有路可走，或者说去引导他要怎么样走，或者说怎么样靠近你们，这样子啊才会让关系变得更顺利。你们在他前进的同时啊，你们也要前进哦，两个人都要前进，才会有交汇的可能嘛。而且你的生命其实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哦，你透过果断的行动哦，其实也是在帮助你自己迈向幸福，以及迎来啊最后这个太阳的光明跟美好。好，那以上啊就是有关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觉得今天这个人真的是蛮特别而且蛮棒的一个人，他是愿意去帮助你们提升你们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爱人。这种爱人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因为他会把一些好像传统上世俗上的规范哦放到比较下面，或者说第2线的位置哦。他觉得在人生中更重要的是他对你的爱，而他对你的爱的实现就在于帮助你成为你原本的自己，帮助你展现你自己内在真正的优点跟价值，让你活出你自己最想活的那个版本的自己。所以这个不是很棒吗？遇到他的时候啊，希望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紧闭的心扉，然后让这段感情啊可以更快速的有交集。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3组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哦。那我觉得你跟他其实都在等待特别的人，等待相遇的那一刻，希望你们遇到了这个人之后啊，要好好的珍惜哦。好，那就祝福选到第3组的观众朋友咯，我们下次见，拜拜。